对面。对。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我们每次回国必吃的小食，都是一些很小的店面，但是真的很美味。今天我们来吃一碗牛肉拉面。这个牛肉拉面以前是开在老西门，黄浦区。对，然后它现在搬到这里是普陀区。曾经开在上海市中心的拉面店，由于拆迁搬到了普陀区，我们也追随而来。我们每次回来都会过来吃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，就在这里。Go。这一带都是一些比较老的居民区，所以停车比较困难，只能停在附近的小区里面，10元1个小时。30年的拉面店简直是经久不衰啊！我们2个人点了3碗，1碗牛肉拉面，1碗牛肉刀削，还有1碗牛肉炒面，一共是45块。大口牛肉，素面。它的汤头就是非常浓郁，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点药膳的味道，而且每次给的牛肉都挺多的。它这个牛肉量还是很多的。那牛肉有一点花椒的那种香味的。吃完了，吃好快，是不是只吃了10分钟啊？没，20分钟。面嘛很快。对，这里停车很难，所以我们只能停在那个店对面的一个小区里面。今天我们去吃曾经开在南京的步行街上的一家云南米线啊，是云南的吧？过桥米线，我的最爱。虽然比不上云南那边那么好吃啊，但我觉得已经是全上海最好吃的过桥米线了。其实以前它开在南京路步行街上面的时候呢，这个门面是非常大的，几百平有的吧？有大到很夸张啊！大到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一家米线店要做这么大？当然，南京路因为它人流量大嘛，它的步行街，但它可能也是顶不住房租的压力吧。其实跟老板上次聊过天，他也是说那边的租金太恐怖了，所以他现在情愿做一家小小的店。所以现在在宁波路上面那个门面就小很多了，就是摆了我估计就10张不到的桌子吧，8、9张吧。所以这样，但是它的生意还是一直很火爆的。如果是工作日的中午也是人很多的，周末人就更多了。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，希望不要排队。下午1点半应该没什么人了。我们要停在这个应氏大厦，快到啦！想不想啊？宁波路是上海市中心附近的一条小马路，这边也是居民区居多。这条小路上有很多接地气的小吃。点人还蛮多啊！没想到这个点也基本上座无虚席哦。你们吃啥老板？我吃的这种最普通的。肥牛对吧？对，还有那个肥牛，我记得肥牛。豆，我看一下啊。肥牛啥？上海有一个 app 叫大众点评，商家会在这个 app 上面搞一些促销活动。我们买了一个套餐。你拿起来。哎，这都是你的？你怎么这么多啊？更丰富一点。这么多肉。那其实我这个套餐有一个7锅鸡，然后换成过桥米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有关过桥米线的美丽传说也很多。其中一则就是相传，当年一位秀才在一座岛上攻读，其妻子为避免丈夫食用时过凉，
就将汤内倒入热油以保温，把佐料和米线等吃的时候再放，还能更加鲜香爽滑。但是真的温度很高的。米线就烫熟了呀，快要扑出来了这个汤。我的料实在太多鲜了。的有一套。丈夫在使用时，汤面仍然很热。这样的做法一经传开，人们纷纷效仿。这么满，你也要扑出来了。因为到岛上要过一座桥，为了纪念这位贤妻，后世就把它叫做过桥米线。这家店是每次回国必吃的。他们家的汤就是让我都舍不得加辣椒，因为平时我很喜欢吃辣椒，因为它这个汤头原味太鲜了，结果呢吃也味已经足够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了，还去买了一杯1点点。红茶玛是我最爱。9分甜。今天这个米线实在是量太多了，我都没有吃完。但是我们好像发现物价稍微涨了一点点哦。其实之前我记得是像我点套餐是68吧，现在到70，现在78。没办法，上海的物价。然后这边停车也比较难。昨天我们吃的那个拉面，停在人家对面小区里面的嘛，10块钱1个小时。1小时对。现在12吧，这边。因为可能这边地段比较好一点，市中心一点。对。它停车费肯定是比泰国要贵。对，贵蛮多的其实。某一天晚上，竟然被我们发现上海还有路边的炒面摊。其实上海早在6年前左右，路边还有各式各样摆摊的美味，就是路边摊啦，什么炒面啊、麻辣烫啊、烧烤之类的。后来因为政策收紧，所以就取缔了。会有城管来赶的啊？会。哦。城管会不会要小费啊？不会，直接收好了。哦。我不是吗？哦。现在这种摊头太少了。没有。好像让城管赶了1个都没有。现在厉害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吃一个沪上知名品牌的烧烤，叫图门烧烤。这个品牌应该已经屹立了10几年，20年，20年，但是它分店也很多嘛，就是也有很多，这个叫什么加盟店？其实都是加盟店，都是加盟店，对。关键是需要一个灵魂烤手。讲，Let's go！ 撒盐哥啊！还是停车难的问题，店门口的车真的是停得扑扑满啊！我们停到了对面的收费处。这边好像买不死了，对吧？是的。烤手。撒点盐，提前腌制一下。我的手就觉得很烫哎。我的脸。别人是双管齐下，他是3管齐下。等待的时候是最焦急的。最饿的。我想上嘴了。至于为什么叫图门烧烤，我也是做这期视频的时候搜索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图门是一个地方，
在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区。起初的老板就来自那边，所做出的烧烤利用了自己家乡的名称，也可以理解为是韩式烧烤。现在图门烧烤越来越多了，也更多的人知道了吉林的图门市。厉害，牛，保温一下。他喜欢直接吃，我怕烫嘴，我喜欢夹下来吃。好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板筋，掌中宝。烤久了以后，用签子把覆盖在炭表面的灰擦掉一点，可以使得火力更加大一些。你再搞一下。他还喜欢烤完年糕以后蘸着糖来吃，很特殊的吃法。哎呀，吃完了，吃了2个小时，每次吃这个东西就是很耗费时间，吃的我累死了。我烤的人都没说累，你说什么累？然后今天吃掉268，哎，还可以哎，好像没什么涨价哦，跟之前价格差不多。总的来说，我个人觉得上海的美食选择比曼谷要多，而且小吃的价格也不算贵，只是停车很困难，而且停车费不便宜。如果是正儿八经停到商场里面，那就更贵了，因为这一点在泰国几乎是免费的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一些啦。这里是生活在曼谷但目前回上海的 Sharon， 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